看完两京15日预告，我终于明白张黎为什么选程毅。所有人都在说程毅输不起。打开任何一篇关于两京15日的分析文章，翻来覆去就那几句话，没有试错的资本被水一战演砸了，就是为他人做嫁衣。说实话，我今天本来没打算做这期视频，但是读了好几篇文章之后，我发现一件事，几乎所有人都在问一个错误的问题：程毅版朱瞻基能不能超越朱亚文版？这个问题听上去很合理，对吧？同一个历史人物，前面有人演过，后面又有人演，拿来比一比，天经地义。但我要说，这个比较的前提就不成立。等一下我会一层一层拆给你看，为什么不成立，以及真正值得讨论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好，先从今天最热的东西说起。4月20号，两京15日首款预告片上线了。马伯庸原著，张黎导演，程毅演朱瞻基，林更新演吴定元。光这个阵容念出来，分量就已经不轻了。预告片1分多钟，信息量其实非常大。我先说几个让我眼前一亮的点。第一，运河戏是实拍。这事儿你可能觉得不算什么，但了解行业的人会知道，京杭大运河题材在影视剧里一直有个尴尬，就是拍不了。不是不想拍，是真拍不了。运河两岸现在的城市面貌跟古代完全不同，要还原古代运河上的大规模行船场景，成本是天文数字。之前徐则臣老师的小说《北上》改编成电视剧的时候，编剧赵东陵就做了巨大的减法，把运河上的行船故事直接砍掉了，变成了运河边一群孩子的成长故事。我理解那种做法，那是没办法的事。但遗憾就是遗憾，我们一直没能在影视剧里看到一条真正活着的、有船有谁有故事的京杭大运河。而两京15日的预告片里，这条运河活了，不光有大面积的行船画面，还有战船上的打斗。说实话，读到这段的时候，我愣了好几秒，因为船上打戏的成本和难度，业内人都清楚。现在很多中低成本古装剧连陆地打戏都开始投机取巧了，这部剧直接在船上开打，而且看预告片的质感不像是糊弄人的。第二个让我注意到的是程毅的状态。预告里的朱瞻基浑身是伤，眼神又狠又碎。这个碎字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是准确的。不是古偶男主那种刻意的破碎感，是一个被逼到绝境的人身上那种随时可能断裂但又死撑着的状态。好了，表面的东西聊完了，各位，我们往下挖。现在回到那个超越朱亚文的问题，我为什么说这个比较不成立？原因很简单，这两个朱瞻基根本不是同一个角色。等等，你可能觉得我在说废话，都叫朱瞻基，怎么不是同一个角色？那我问你，《三国演义》里的曹操和军师联盟里的曹操是同一个角色吗？名字一样，历史原型一样，但剧本赋予他们的功能、弧光、叙事位置完全不同。大明风华是什么戏？是一个横跨几十年的家族群像戏，朱瞻基在里面是群像之一。他的戏份要跟汤唯分，跟梁冠华分，跟一大堆演员分。而且那个剧本里的朱瞻基已经是一个相对成熟的、有一定政治手腕的角色，甚至带点轻浮公子的定位。当时朱亚文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也说了，这个角色的特点是变色体质，在不同人面前切换不同面具。而两京15日呢？这是一部公路片，对，你没听错，古代版公路片。故事就讲15天。朱瞻基在南京遭遇爆炸暗杀，老爹病危，他必须在15天之内沿着京杭大运河从南京赶回北京。一路上各方势力追杀，九死一生。这个朱瞻基的起点是什么？是一个还没准备好的皇太孙，被突然扔进地狱级难度的逃亡。他的弧光是从懵懂到扛起帝王重任。你看出来了吧？这两个角色的内核完全不同。一个是已经成型的政治动物在宫廷里玩平衡，一个是还没成型的少年在极端环境里被逼着长大。拿这两个角色比谁演得好，就好像拿教父第1部的迈克尔跟第3部的迈克尔比，
你到底在比什么？而且说句可能得罪人的话，当年朱亚文那版《朱瞻基》，问题真的出在演员身上吗？我重新看了一遍当时的评价，核心槽点是场里场气阴柔，没有帝王气场。但你仔细想想，那个剧本给朱瞻基的定位本来就是一个油滑的、会演戏的皇孙，剧本需要他在不同势力之间滑来滑去，那他的气质当然不可能是杀伐决断的帝王范儿。朱亚文当年自己也说了，他是故意往轻了演的。所以与其说朱亚文没演好，不如说那个剧本对朱瞻基的设计本身就跟大众预期有偏差，这不完全是演员的锅。好，拉回来，如果超越朱亚文是个伪命题，那程毅面对的真正挑战是什么？我觉得是一个字，标签。稍微跑个题，但这事儿跟今天聊的有关。你们有没有注意到，最近这2年内也有一个很明显的趋势，国偶男演员集体尝试转型。有人成功了，有人，我这么说吧，尽量委婉一点，有人还在路上。程毅的情况其实挺典型的，他最被认可的2个角色，琉璃的雨丝凤和莲花楼的李莲花，都是古装，都带侠客或仙侠色彩，都有一种破碎美的气质。这2部是真的好，尤其莲花楼那个角色的层次感和程毅的完成度，我觉得放在整个古装剧领域里都是拿得出手的。但问题来了，当你连续好几部作品都是同一种类型，观众就会给你贴标签，这个人就是演古偶的。标签一旦贴上去，想撕下来就很难了。不是他不想尝试别的，而是说白了，这个行业会把你框在你最成功的那个格子里。你演古偶爆了，资方就给你古偶。你想演别的，资方说别闹了，观众就认你这个。去年的《富山海》就是一个很值得分析的案例。那部剧收视数据其实相当亮眼，10天 7.7 亿有效播放量，连续10天收视第一，但口碑上确实出现了分化。这部分我说的谨慎一点。富山海的问题，在我看来主要出在制作层面、特效质感、部分剧情节奏，还有一些制作上的硬伤。这些东西不是演员能控制的。程毅在那部剧里的表演本身，你单独拎出来看，其实没有大问题。但当整部剧的制作品质跟不上的时候，观众的不满会投射到最显眼的那个人身上，也就是主演。这就是为什么2京15日对程毅来说确实重要，但重要的原因不是那些文章说的输不起背水一战，而是这是他目前能拿到的最好的撕标签的机会。为什么这么说？3个原因。第一，张黎。张黎是谁？走向共和豆瓣9。7，大明王朝1566豆瓣9。7。这2部剧你随便拉一个出来，都是中国电视剧史上金字塔尖的作品。这个导演选演员，他不看你流量多少，他看你能不能扛住他的镜头。我可能说错了，但根据目前的情况，我倾向于这个方向。张黎选程毅，不是因为程毅有流量，是因为他在程毅身上看到了某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就是那种从偶像型演员跨越到实力型演员的跨度。张黎拍戏不惯着演员，他的片场出了名的严，如果程毅扛不住，张黎不可能用他。第二，马伯庸的剧本底子，这点很关键。程毅之前有些项目角色是配度不够，剧本没给够发挥空间，但2京15日的小说本身就非常扎实。马伯庸写的这个朱瞻基层次是很丰富的，有恐惧，有成长，有觉醒，有牺牲，而且整个叙事节奏极快，不给你喘气的机会。这种高密度的叙事节奏反而特别适合检验一个演员的功底，因为你没时间靠造型，靠慢镜头，靠 BGM 糊过去，你就得实打实的演。第三，也是我觉得很多人忽略的一点，这部戏的类型本身就是一次突破。以前程毅演的古装，不管是仙侠还是武侠，都有一个共同点，浪漫化。角色是浪漫的，感情线是浪漫的，整个视觉风格是浪漫的。2京15日不是。
这是一部历史传奇，甚至可以说是古代版的政治惊悚加公路片。没有仙法，没有飘逸的白衣，没有生生世世，有的是泥潭里的搏斗，水下的憋气，运河上的追杀，以及一个年轻人在极端压力下的崩溃和重建。你把预告片里程毅的造型跟他以前任何一部古装剧的造型放在一起比，视觉差异是非常明显的。以前是飘逸的、干净的、带仙气的，这次是脏的、破的、带血的。光是造型上的这种转变，就已经在向市场释放一个信号，我不只是古偶。啊，对了，我忘了说一件事，在说这个之前，得先说说另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就在几天前，张凌赫因为竹狱里的将军造型被全网嘲粉底叶将军，结果反而让何润东10几年前演的项羽翻红了。这件事情跟程毅的处境其实有一个底层逻辑是相通的，观众对男演员在历史、权谋、军事题材里的审美期待正在发生变化。大家开始厌倦精致的、没有毛孔的古装男主了，大家想看真实感，想看力量感，想看那种这个人是从战场上走下来的，不是从化妆间走出来的质感。好吧，我知道我扯远了，拉回正题。我想说的是，两京15日预告片里程毅的状态，恰好踩中了这个审美趋势的转向。他脏兮兮的从泥潭里爬起来，比他穿着白衣服在竹林里飞来飞去更有说服力。这不是我在替他说好话，这是预告片摆在那里的东西，你自己去看。好，最后一层，我们把视角拉远一点。程毅今年30几岁了，在内娱男演员的生态里，这个年龄其实是一个关键的转型窗口期。你看那些成功穿越了偶像期进入实力派赛道的演员，几乎都是在30岁出头的时候抓住了一个关键角色完成跳板的。而两京15日对程毅来说就是这个跳板。不是因为输不起，说输不起这种话本身就很奇怪，哪个演员不是一边成功一边也有作品没达到最佳状态的？这很正常。而是因为这可能是他目前手上牌面最好的一次机会。张黎的导演水准，马伯庸的故事底子，京杭大运河的史诗级场景，一个跟他以往所有角色都不同的帝王类角色，这些条件同时凑齐不容易。而且还有一个变量，很多人没注意，林更新。林更新在这部戏里不光是演吴定元，他还是联合出品人。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在这个项目里有投入，有话语权，这不是一个来客串打酱油的状态。两个有实力的男演员在一部戏里对手飙戏，而且分别代表两种完全不同的角色气质，一个是黄太孙的隐忍与蜕变，一个是底层捕快的痞气与侠义，这种化学反应是值得期待的。有个细节我想深挖，但信息不够，具体剧本对原著做了多大程度的改编，尤其是叙事视角的处理。原著是以吴定元为第一视角的，剧版据说强化了朱瞻基主线。这个改编方向如果处理得当，其实对程毅是有利的，因为帝王视角的叙事天然带有更强的戏剧张力。但如果处理不好，也可能导致角色弧光被压缩。这个我目前没法下定论，等播了再看。如果后续找到更多关于剧本改编细节的资料，我会在下期更新。好，现在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程毅版朱瞻基能不能超越朱亚文版？我的回答是，这个问题不重要。真正重要的问题是，程毅能不能通过朱瞻基这个角色，让观众忘掉古偶演员这个标签，记住他是一个演员。如果答案是能，那他不需要超越任何人，他只需要超越之前的自己。说真的，光看预告片那个眼神，我个人是倾向于乐观的。不是因为我是粉丝说好话，其实说起程毅，我之前一直是路人好感的状态，没有特别追过。但是这次预告片里那种从泥里爬出来的状态，那种帝王和少年之间的撕裂感，是他以前角色里没有出现过的东西。而一个演员如果能在预告片里就让你看到新的东西，那至少说明他在突破。至于最终呈现如何，等剧播了，咱们用作品说话。演员无声，作品说话。
这句话是今天那篇评论文章里说的。我觉得这8个字可能是对程毅目前处境最准确的总结。别急着定论，也别急着看衰，让子弹飞一会儿。各位觉得呢？你们看了预告片之后是什么感觉？评论区告诉我，你觉得程毅这次能撕掉标签吗？我们下期见。